一杯咖啡，一本好書。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真朋友讀書欄目啊，這是為平日工作繁忙的朋友準備的精選讀書欄目。那我們一轉眼就第2期了。這一期呢，我們來給大家解讀這一本秦晖老師的《走出帝制》，一場跨越100年的歷史突圍與觀念的迷途。第一部分，我們來看這個被封印的歷史與未完成的答卷啊。今天我們要一起來走進一本奇書。說它奇呢，不僅僅是因為這本書的內容包羅萬象，把中國近代史翻了個底朝天，更因為它的命運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和隱喻的色彩。這就是著名歷史學家秦晖先生的巨作啊，叫《走出帝制：從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回望》。大家可能還記得啊，這本書在2015年出版後不久就遭遇了下架風波。當時這本書啊，就像一顆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漣漪還沒來得及擴散，就被某種無形的力量給按住了。為什麼呢？一本講100年前辛亥革命、講清朝怎麼滅亡、講民國怎麼折騰的歷史書，怎麼就觸動了當今的神經呢？這恰恰是秦晖老師這本書最迷人也最犀利的地方。他在序言裡其實就告訴了我們答案。他說，我們回望歷史，從來不是為了發思古之憂的，不是為了發思古之憂情啊，而是為了看清腳下的路。如果說辛亥革命的目標是走出帝制，走向共和，那麼100多年過去了，我們真的走出來了嗎？那個2000年來像幽靈一樣徘徊在中國制度深處的秦制，真的消失了嗎？如果那個舊的邏輯依然在運轉，那麼這本書所討論的就絕不僅僅是故紙堆裡的往事，而是此時此刻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處境。今天我們就來用最詳細、最通俗講故事的方式啊，把秦晖老師這個幾十萬字的宏大思考拆解成大家都能聽得懂啊、聽得過癮的歷史大戲。我們要去看看中国歷史這3000年來到底在變什麼？為什麼我們至今還可能困在2000年前那個叫秦的制度裡呢？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沒有？為什麼五四運動那幫想救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後卻可能好心辦了壞事，在邏輯上把中國推向了另一個深淵呢？這將不僅僅是一次讀書分享，也是一次對中國現代命運的深度掃描。我們將穿越迷霧，去觸摸歷史真實的脈搏。好，第2部分我們來看這個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周秦之變的底層邏輯。在進入具體的晚清民國故事之前啊，我們必須戴上一副特制的眼鏡，這就是秦晖老師獨特的歷史觀。秦晖老師看歷史呢，有一個非常宏大的視野。他認為你要讀懂中國這幾千年的事情，你不必陷入無數的朝代更替的細節，你只要抓住這一頭一尾2個大變局就夠了。哪一頭一尾呢？一個是3000年前的周秦之變，一個是這100多年來的晚清以來之變，或者叫古今之變。大家注意，這2個变是互相呼應的。不理解周秦之變，你就看不懂帝制到底是什麼，也就看不懂啊，更看不懂為什麼要走出它，以及為什麼這麼難走出來。首先，何為周制啊？這是一個溫情脉脈的小共同體。大家想象一下啊，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也就是周朝，中国是什麼樣子呢？那時候的中國啊，其實有點像中世紀的歐洲，或者大家看美劇《權力的遊戲》裡那個維斯特洛大陸啊。那周天子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但他管不了具體的諸侯國。那麼下面是幾千這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啊，諸侯下面是大夫，大夫下面是士，這叫什麼？這叫做封建。請大家務必注意，這裡的封建是它的本意，就是封邦建國的意思。在那個時代，社會的基本單位是什麼？是小共同體。什麼是小共同體呢？就是你的家族、你的宗族、你的那個小村落。在那樣的社會裡，人與人的關係是靠情和義來維持的。領主保護附庸，附庸效忠領主；父親保護兒子，兒子孝順父親。大家都是仇人啊，那講究的是溫情脈脈的家長裡短。在周制下，政治是倫理化的，雖然也有等級，也有不平等，但它有一層溫情的面紗。那個時候的儒家維護的就是這樣一種秩序。孔子周遊列國推銷的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想恢復這種以血緣親情為紐帶的貴族政治，反對那些破壞規矩、想搞集權的野心家。那何為秦制呢？它是一個冷酷高效的戰爭機器。到了戰國啊，尤其是秦國經歷了商鞅變法之後，一切都变了。秦國搞了一套什麼系統呢？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秦制。秦制的特点是什麼？秦晖老師總結得非常精闢。他要消滅一切中間層，消滅一切小共同體，讓國家這個大共同體直接控制每一個人。
在周制下，你首先是你爸爸的兒子，是你族長的族人，然後才是周天子的子民。但在秦制下不行。商鞅说，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須把这種家族關係都打散，父子兄弟要分家，不許住在一起，鄰居之間要互相告密，誰不告密就连坐。國家要把所有人都变成原子化的個人，變成一個個只會種地和打仗的機器。秦制的核心邏輯是法家，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法家就是講法治啊，這個根本不是現代法治的概念。秦暉老師指出，法家的法不是保護老百姓權利的法律，而是皇上用來整治老百姓的刑法和權術。商鞅有句名言叫“國強則民弱，民強則國弱”。他認為國家要強大，就必須讓老百姓愚昧、貧窮、原子化，這樣他們才好管，才願意為了那一點點軍功就去拼命。這種制度厲害不厲害呢？是很厲害啊，因為他能把全國的資源集中到皇帝一個人手裡，動員能力極強。所以秦國橫掃6國，統一了天下。但是這種制度有一個巨大的代價，那就是它極其冷酷，極其無情。它不講道德，只講權力；不講親情，只講法條。那儒表法理啊，就成了後面的千年騙局啊。那既然秦制這麼殘暴，為什麼後來的中國讀書人，那些滿嘴仁義道德的儒家信徒，卻也去維護這個制度，維護了2000多年呢？這又涉及到秦暉老師那個著名的論斷：儒表法理。意思是說，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中國傳統政治表面上穿的是儒家的衣服，滿嘴仁義道德，公良謙儉讓，仿佛皇上是大家的父親，官員是父母官，但骨子裡行的依然是法家那一套，靠的是嚴刑峻法、權術勢力。儒家就像一層糖衣，包在了法家這顆苦藥丸的外面。老百姓啊，聽的是儒家的話，以為皇上是愛民如子的啊，但真到了衙門裡啊，那是破家縣令、滅門刺史，比誰都狠。皇帝需要儒家來粉飾太平，說服大家要忠君，但皇帝真正用人的時候，用的都是那些狠得下心、下得去手的酷吏。這就是我們面臨的歷史包袱。所謂的走出帝制啊，在秦暉看來，不是說把皇帝拉下馬了，剪了辮子就完事了，而是要走出這套延續了2000多年，把人當成國家工具的秦制的邏輯。而辛亥革命正是試圖打破這個堅硬外核的一次悲壯的嘗試。所以我們來看第3部分啊，是晚清的畢福劍與被誤讀的西化。那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晚清那個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開端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中國人學習西方，並不像教科書裡說的那樣是簡單的器物制度文化3部曲。通常我們認為中國人是因為被打痛了，覺得洋人的槍炮厲害，才開始學槍啊，學造槍炮啊，洋務運動。後來發現槍炮救不了中國，才學制度，就戊戌變法。最後發現國民性不行，才學文化，有了新文化運動。但秦暉老師通過詳盡的史料梳理告訴我們，這個過程啊，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中國人對西方的態度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倒置的。第一個史料是劉錫宏的日記，一個保守派眼中的3代之治。大家知道嗎？早在鴉片戰爭剛結束不久啊，是在洋務運動之前啊，中國就有一批讀書人對西方已經佩服得五體投地了，而且他們佩服的還不是西方的這個船堅炮利啊，而是西方的道德。這聽起來是不是很反常識呢？那時候中國人不是覺得洋人是夷狄啊，是野蠻人嗎？這時啊，我們就要講秦暉老師書裡提到一個精彩案例，他戲稱為晚清的畢福劍啊。這個人啊叫劉錫宏，他是誰呢？他是清朝第1任駐英副使，這個郭宗韜的副手。在很多歷史書裡啊，這個劉錫宏是個典型的保守派頑固分子，專門打小報告陷害郭宗韜，說郭宗韜崇洋媚外啊，恨不得把郭宗韜給搞死。但秦暉老師啊去翻了劉錫宏的日記，發現了一個驚天的大秘密。這個在公開場合裡啊大罵西方，表現得極其愛國、極其反動的劉錫宏啊，在他的私人日記裡啊，對英國的社會制度卻讚不絕口。他在日記裡寫了什麼呢？他觀察了英國的社會啊，寫道說英國這個地方啊，沒有閒官，沒有游手好閒的人，上下之間沒有隔閡，更沒有殘暴不仁的政治。街上從來聽不到有人吵架，也沒見過當官的帶着兵啊在大街上耀武揚威，警察也很和氣。相比之下，大清國那簡直是，這欲言又止啊！他甚至感慨說，英國人以行善為志，息兵安民為心。那其俗糾啊，以禮之事非為事之行止，非專事強力者。大家聽听啊，這還是那個滿嘴夷狄的劉錫宏嗎？最後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
這不就是咱們儒家向往的三代之治吗？大家看啊，這就是儒表法理的破產。中國傳統的儒家一直说我們要仁政，要愛民，要像周公那個時代一樣和諧。結果到了晚清讀書人打開國門一看，哎呀，原來我們書裡寫的仁政，我們自己沒做到，反而在那幫野蠻的洋人那裡實現了呀。這種心理衝擊比軍艦大炮來的其實還要猛烈，它直接動搖了士大夫們的文化自信。他們開始想，是不是我們的情志出問題了？所謂的禮儀之邦為什麼變成人間煉獄了呢？而所謂的夷狄之邦為什麼反而顯得那麼有教養和秩序呢？所以秦晖老師認為晚清的學習西方不僅僅是因為被打怕了，更是因為在道德层面上，中國的知識分子發现情志是不仁不義的。他们向往共和，向往立宪，其實是想找回那種被情志壓抑了千年的仁義好像是恢復周禮的意思那這是一種基於儒家理想主義的反法之儒對西方的擁抱。所以第二部分我們就來講這個反法之儒的覺醒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晚清的改革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儒家知識分子內部。他們不是為了背叛孔子去學西方的，而是覺得西方比大清更符合孔子的教導。比如谭嗣同他為了變法而流血犧牲，他罵的是什麼？他罵的是秦制，是2000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他認為秦之後的皇帝都是強盜，是西方的民主共和才是真正實現了儒家天下為公的理想。這種觀念的轉變是理解辛亥革命前社會心理基礎的關鍵。大家不是不愛國，而是愛國就必須反秦制；不是不愛傳統文化，而是為了挽救傳統文化的道德內核，必須要拋棄那套冷酷的制度外殼。所以第四部分我們來看歧路上的幽靈，太平天國與義和團的真相。那在探索走出帝制的道路上中國並不是只有一條路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有過2次巨大的群眾運動，也就是所謂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通常教科書裡呢會把他們看作是反帝反封建的農民起義這是中國典型的政治正確。但秦晖老師用他犀利的手術刀剖析了這2個運動的本質，他告訴我們，他們不是出路，而是死胡同。我们先來看太平天國這是一個西化而非現代化的怪胎。那我們說到太平天國很多人覺得太平天國是向西方尋找真理，因為洪秀全信上帝嘛。但在秦晖看來，太平天國其實是中國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西化，而它是西化的最歪的一次為什麼說是最徹底的西化呢？因為洪秀全要把孔孟之道全砸了他燒儒家的書，砸孔子的牌位，只讀聖經，雖然是他自己篡改過的聖經還有他自己的詔書。從文化上講，他比後來的新文化運動還要激進，徹底否定中國的傳統。但是他真的現代化了嗎？沒有。秦晖說，太平天國搞的那一套是秦制的加長版清朝的皇帝好歹還要講點祖宗家法，皇權下這個縣裡面還有點困難就是皇權不能下縣。但太平天國搞的是神權政治，天父天兄管一切，連夫妻同房都要管，連你每天吃多少飯都要管。這是一個極度政教合一、集權的神權國家。秦晖老師做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比喻，太平天國的這種西化其實是回到了歐洲的中世紀，甚至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他引入了西方的上帝，卻拋棄了西方的現代制度和法治還有人權這些東西。所以它是全盤西化，但是呢，它是全盤西化與極端情志雜交出來的怪胎。這裡面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歷史細節為什麼西方的列強，比如英國、法國，最後選擇去支持那個好像腐敗的清政府，去打信上帝的太平軍呢？按理說大家都是上帝的信徒，應該是一夥的呀。秦晖老師指出這恰恰證明文化的親緣性在制度利益面前是不堪一擊的。西方人接觸了太平天國之後發現這幫人雖然嘴上喊着上帝，但骨子裡還是那種唯我獨尊，把外國人當蠻夷進行這個進貢的這種情志天朝的心態。他們比清政府在這方面還要落後，反而是清政府被打服了之後，開始慢慢講一點國際規則了。所以西方人寧願跟異教徒的清政府打交道，也不願意跟魔改版的上帝太平天國打交道。再來看臭名昭著的義和團這是秦制下的奉旨造反。我們說到義和團那麼如果說太平天國是全盤西化，那義和团就是全盘反西化，見洋人就殺，見洋貨就燒，連用火柴洋火都要殺你全家因為火柴是洋火嘛。但秦晖老師提醒我們注意一個被忽視的邏輯，
義和團雖然反西方文化，但他們的組織形式、行為邏輯其實和太平天國和清朝的这個官府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情志土壤裡生長出來的毒蘑菇。義和團其實是奉旨造反，慈禧太后想利用他們打洋人，就喊啊，那他們就口號改成扶清滅洋啊。他們以為自己是國家的栋梁，是皇太后的親兵，結果呢，等到慈禧太后被洋人打跑了，要向洋人求和了，轉頭就把義和團賣了，下令痛剿。這本身就是情志下老百姓的悲劇。你以為你是愛那個虛無的國家，對吧？其實在統治者眼裡，你只是一張牌，或者更難聽點，是一個夜壺，用的時候拿出來，不用了覺得臭了就踢開。通過這兩個例子啊，秦晖老師想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西化絕不等於現代化，反西化也絕不等於愛國。真正的出路不在於你信孔子還是信上帝，而是在於你能不能走出那個把人當工具、當炮灰的情志。第五部分，我們來看看著名的保路運動啊，一場被國有化名義掩蓋的驚天的騙局。那講完了這個思想和群眾運動，我們終於要來到辛亥革命的導火索，就是四川保路運動了。很多教科書上都講啊，保路運動是因為清政府賣國啊，要把鐵路權這個賣給列強，所以四川人民憤怒了，為了愛國而起義。秦晖老師專門在書裡花了一章來祛魅這個故事啊。那他說呢，這種說法只是看到了表面，保路運動的真相其實是一場關於產權的殊死抗爭，揭露了清政府是如何用國有化來公然搶劫老百姓的。故事是這樣的啊，大家知道呢，晚清最後幾年，清政府搞了所謂新政，鼓勵大家創辦實業。四川人想自己修鐵路啊，就是川漢鐵路，於是大家集資。這次集資非常廣泛，不僅僅是大地主大商人啊，是上到士绅，下到贩夫走卒，甚至用現在的話說，很多散戶老百姓都買了股票，也就是入了股。這就是民辦鐵路啊，但是呢，修鐵路很難，技術門檻高，管理也複雜。四川的民辦公司確實出現了管理不善、貪污腐敗、虧損嚴重等等問題，這是事實。這時候清政府眼紅了啊，或者說想收權了。盛宣懷這個大臣啊，就出了個主意，說你們民辦搞不好，乾脆國有化吧，收歸中央。那聽上去好像有點道理，國家修鐵路嘛，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問題出在怎麼收上。這就是秦晖老師反覆強調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鐵路是否國有，而是在於如何國有。清政府的方案簡直就是耍流氓啊！鐵路我收走，路權歸國家，但你們投的錢我不全賠。盛宣懷把各省的鐵路分了3、6、9等，對於湖南、湖北的鐵路賠償還算湊合，但對於四川啊，清政府說你們四川公司虧損太多了，尤其是那個公司高管那個倒在上海股市裡的幾百萬兩銀子啊，清末的這個股災啊，國家可不負責啊，要從你們的股本裡扣除，最後只給你們換發國家債券，而且這個債券還要打折，還不能馬上兌現。大家想一想，這叫什麼呢？這就像大家湊錢蓋房子啊，蓋了一半啊，政府突然來了說，這房子歸國家了啊，你們湊的錢我就還你們一半，還是打白條啊。至於你們公司經理把錢虧了，那是你們的事兒，但我把剩下的資產拿走。四川的老百姓啊，一下子就炸了，這哪是國有化，這分明是明火執仗的搶劫啊，就是打着國家利益旗號的搶劫民財嘛。秦晖老師在這裡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現代比喻，他說這就像你去飯館吃飯，菜很難吃，服務員態度還差，你正抱怨呢，突然來了個人說這飯館我要收購了啊，你肯定會說，那你收购之後我是不是还能吃頓好的呢？结果人家说啊，不，我收购之後你刚才付的錢我不退，菜還是這麼難吃，甚至更難吃，但你必須得吃，因為這是國營的啊！你說這桌子能不被掀翻嗎？所以呢，保路運動的爆發呀，不是因為四川人反对修鐵路，也不是因為他們不愛國，相反，他們原本是想通過修鐵路來實業救國的。他們是因為新政府把情志那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想怎麼搶就怎麼搶的流氓嘴臉啊，暴露得淋漓盡致了。這件事就變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他讓全天下的士紳和百姓都看到了啊，這個清廷啊，這個朝廷啊，根本不是我們的保護者，而是我們的掠夺者。他不走，我們沒法活。於是，當武昌起義的槍聲一響，原本應該支持朝廷的立憲派士紳階層全部倒戈，大清王朝瞬間就土崩瓦解了。所以第6部分，我們來看辛亥革命啊。這個歷史上最大的爭議之一啊，就是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還是失敗了。1911年武昌起義，清朝倒台，中國進入了民國時代。
對於辛亥革命和民國，後來當然有很多負面的評價啊，什麼軍閥奮戰啊，这個民不聊生啊，弱國無外交等等，甚至有人還說啊，辛亥革命就是一場失敗，還不如當初搞君主立憲呢啊，這個給這個清廷臉上貼金啊。如果搞了君主立憲，說不定中國就像英國、日本那樣平穩過渡了。秦晖老師在《走出帝制》裡對民國做了一個大的翻案啊，他用詳實的數據和事實告訴我們，民國啊，這中華民國可現在還在啊，這剛剛過了民國115年元旦呢。那民國其實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差，甚至在某些方面，它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首先是经濟與外交的黄金時代。先來看经濟啊，大家印象裡是不是民國是很窮的呀？啊，是很窮，但那個窮是底子薄啊，英國這个清朝留下的底子比較薄呀。如果看增長速度，民國時期的經濟發展其實相當的快啊。那秦晖認為啊，從縱向看，民國經濟增長這個增長率不低於後來的某些時期，他這裡也說的比較隱晦啊。從橫向看，也超過了同期的印度。更重要的是，民國時期中國開始有了真正的工業化，人口模式也從高出生高死亡的古代模式，轉向了高出生低死亡的現代模式。這說明什麼呢？說明醫療衛生和生存環境在改善，這叫亂世中的增長。再看外交啊，我們總說弱國無外交，但秦晖指出，中華民國的外交是非常成功的。你想一想，中國在清朝末年是個人見人欺的半殖民地，等到了二戰結束時，中國已經變成了聯合國的5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啊。有人說啊，這是美國人提攜嘛，但秦晖提醒我們，中國政府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後來的國民政府，在2次世界大戰中都表現出了極高的戰略眼光，每次都站對了隊啊！注意啊，這是非常特殊的。比如說日本就第1次站對了，第2次就變成軸心國了啊。那一戰呢，這個中國雖然這個當時的民國雖然參戰不多，但那是戰勝國啊，這個借機收回了德國和奧地利，應該是奧匈帝國啊，這個德奧在華的這個特權。那二戰啊，更是作為反法西斯主力浴血奮戰。那通過這一系列外交努力啊，中國收回了關稅自主權，收回了司法權，廢除了絕大部分的不平等條約。那秦晖老師甚至說啊，對於一個弱國來說，能在列強環伺的叢林世界裡啊做到這一步，簡直是奇蹟。那為什麼君主立憲其實是走不通的呢？那回到那個老問題，為什麼中國不能像日本那樣搞君主立憲，非要搞革命呢？秦晖老師的分析是，這不是革命黨人太激進，而是滿清的皇族太自私啊。當時中國其實是有搞君主立憲的機會的啊，在1906年啊，這個立憲派呼聲很高，但是滿清皇族搞了一個皇族內閣，把權力緊緊抓在滿人手裡，漢人官員全都被排擠了，這讓漢人的士大夫啊徹底的絕望了。他們發現滿清皇室根本不想分權，只是想借立憲之名行集權之實。秦晖指出啊，中國和日本可不太一樣，日本的天皇本來就是虛君，權力在幕府手裡，所以大政奉還還比較容易。但中國的皇帝是實權天子啊，讓他把權力交出來給議會，那比殺了他還難啊。所以革命成了高概率事件，是情志邏輯下的必然結果，不是大家想折騰，是舊制度逼得大家不得不折騰。第三是失敗的真諦啊，觀念的倒退。那麼既然民國經濟也不錯，外交也給力，為什麼最後還是大家覺得他失敗了呢？為什麼最後民國還是在中國的內戰中倒台了呢？好像啊，當然沒倒台，他只是到台灣去了。秦晖老師認為啊，民國的政治失敗或者說走不出帝制，根本原因不在於軍閥奮戰，那是表象，而在於深層的觀念出了問題。這就引出了全書最核心、最精彩也最令人深思的觀點，關於啟蒙的悲劇。所以第7部分我們來看啊，啟蒙的歧路，從日本式自由到俄國式集權。那為了解釋這個悲劇呢，秦晖老師帶我們去看了隔壁的鄰居日本。我們都知道，中國近代很多思想是從日本學來的啊。不僅如此啊，這個中文裡面很多詞彙啊，什麼幹部啊，甚至包括共產黨都是日語啊。那麼辛亥革命後的這個知識分子，比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大多有留日的背景。但是呢，日本的明治維新和中國的辛亥革命有一個本質的不同，而這個不同啊，被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嚴重誤讀了。日本的邏輯是用國家打敗家族。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啊，也是封建社會，但它是真的封建啊，也就是州制啊，諸侯大名啊非常有權力，天皇只是個擺設，老百姓依附於諸侯，生活在小共同體裡。所以日本的啟蒙運動，也就是福澤谕吉啊，這日本的鈔票上以前就有它啊。那福澤諭吉他們那一幫人呢，他們的
任務是把人從小共同体解放出来，他们提倡个人主義啊，是要這個擺脫家族、擺脫領主的束縛。但是他們擺脫束縛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效忠天皇，為了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在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日本的邏輯是個人主義等於反封建等於國家主義，他們用國家這個大共同體來打破這個小共同體的敘事。而中國的誤讀是在於打錯了靶子。中國的知識分子去日本留學啊，這個看到了這一套啊，覺得太好了啊，中國要富強也得這樣。於是呢，他們回國以後呢，就搞了新文化運動啊，搞了這個五四運動，高舉的旗幟也是反封建、反禮教、反家庭。他們教導年輕人，你要獨立啊，你要自由，你要衝破封建家庭的牢籠，不要聽父母的，要聽進步的召喚。好，這時候就有一個巨大的但是啊，秦暉老師在這裡就重重的敲了一下黑板，這裡面有一個巨大的時空錯位。中國和日本的國情啊完全不一樣。中國在辛亥革命前啊不是州制，而是2000年的秦制。在秦制下，中國的家族力量其實並沒有那麼大啊，相對於國家權力來說，那真正強大的是皇權，是國家這個大共同體。實際上，在秦制的嚴刑峻法下，老百姓之所以還要抱團搞家族，往往是為了抵禦官府的欺壓。就像秦暉說的那樣，國之不仁，民不得不依於家。那家族是中國人在暴政面前最後的避風港啊。所以當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們學着日本人的樣子開始拼命攻擊家族、攻擊孔孟之道、小共同體的時候，他們其實打錯靶子了。他們以為自己在反封建，其實是在幫秦制拆除最後的障礙啊。你想啊，當年輕人把家砸了，把宗族也散了，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的時候，他們能去哪裡？他們真的能獨立生存嗎？在那個動盪的年代，單獨的個人是無法生存的，他們只能投入一個更強大的懷抱，於是就打開了這個邪惡的通往超級秦制之路呀。這個懷抱就是後來從俄國傳來的比傳統秦制還要強大的超級大共同體國家主義，或者說是蘇俄式的集體主義。這就是秦暉老師總結的從日本式自由主義到俄國式社會主義的路徑。知識分子本來是想追求個性解放救亡，結果因為選錯了攻擊對象，他們攻擊了本來就薄弱的小共同體儒家的倫理，卻忽略了甚至加強了那個最可怕的大共同體國家秦制的邏輯。最後結果是年輕人走出了家庭，卻走進了共產黨的組織，擺脫了父權，卻迎來了更嚴厲的皇權，或者說是領袖集權。這就是為什麼秦暉老師會說，五四運動雖然有啟蒙的功勞，但在某種程度上它也造成了歷史的大倒退，因為它反儒反得太厲害，反而把儒家那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徹底撕掉，讓赤裸裸的法家秦制邏輯統治了中國。我們走出了舊的帝制，卻在邏輯上被一種新型的更強大的帝制，我們為它鋪平了道路呀。這一段分析真是讓人如醍醐灌頂，又冷汗直流。它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現代歷史上越是激進的反傳統，最後得到的結果往往越是集權。所以第8部分我們來看3種憲政與未來的方向。在書的後半部分，秦暉老師還詳細分析了當時關於憲政的3種模式，這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當下的處境以及未來的方向，其實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他指出啊，在現代政治中，其實有3種憲政的邏輯，我們必須分清楚。一種是富民的憲政，右派的邏輯，強調保護私有財產，限制政府權力，主張小政府，這是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一種是窮民的憲政，是左派的邏輯，強調福利保障，政府要負責任，要向富人徵稅來補貼窮人，這是西方的社會民主黨。還有一種其實既不是左也不是右，這是秦制的邏輯，它既不保護你的財產，想搶就搶啊，比如保路運動，也不給你福利，自生自滅，比如饑荒時，它是強調權力的無限大和責任的無限小啊。這就是這個因為我是去過這個胡適的這個紀念館啊，在台北的這個中央研究院的裡邊啊，那胡適著名的面包論是什麼？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啊。那麼秦暉老師在這個分析當中呢，其實非常犀利的指出了中國所謂的這個左右派的這個荒謬啊。那在西方啊，左派要福利要高稅收，右派要自由要低稅收，大家爭的是權責對應。但在中國啊，有時候情況卻是所謂的左派為政府擴權鼓掌，卻不要求政府給老百姓發福利啊，只讓老百姓奉獻。那所謂的右派呢，
為政府推卸責任辯護，說福利養懶漢啊，卻不談限制政府的權利，任由政府圈地。秦晖呢，幽默地把這稱為吃貨效应啊。那吃貨這種蟲子呢，身體缩的時候是為了生，伸的时候是为了吃，好像无論怎麼變，老百姓最後兩頭不站好啊，既沒有自由啊，這個沒有這個私產的這個就是私產沒有保障啊，那也沒有福利啊，看病上學又貴。所以呢，真正的走出帝制啊，真正的共和，不僅僅是選哪種主義的問題，而是要建立一條共同的底線的問題。那這個底線就是啊，限制公權力的無限擴張啊，針對這個情治之惡，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啊，這個無論是財產權還是這個福利權。那無論你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應該先聯合起來去反對那個不仁不義的情治。只有走出了情治，我們才有資格去爭論是要瑞典式的福利國家，還是美國式的自由市場。好，那我們來說一下結論啊，這個歷史的循環與突圍。那講到這裡啊，大家可能心情就比較沉重啊，但也應該更加清醒了。秦晖老師在《走出帝制》這本書裡啊，把辛亥革命以來的100多年看作是一個巨大尚未完成的突圍。我們從不滿晚清的情治出發，想要走向共和，而推翻了皇帝以後，卻因為觀念的錯位，把反儒當成了反帝制。我們拆毀了傳統的小共體啊，小共同體啊，就是所謂的家啊，但卻沒能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會，反而讓個人在強大的國家權力面前變得更加无助了。最終啊，我們好像又回到了原點，甚至面臨着更嚴峻的挑戰。但是秦晖老師呢，他並沒有絕望。他在書中多次提到，歷史雖然有慣性，但不是宿命。周秦之變雖然強大，但它不是終點。人對自由、對尊嚴、對仁義的向往是寫在人性的深處的。民國時期的那些嘗試啊，雖然失敗了，但他留下了經驗教訓。他曾經取得那些被掩蓋的成就啊，比如經濟的韌性、外交的尊嚴，都是我們今天的財富。他證明了中國人不是天生就適合當奴才，中國人也是可以搞好現代經濟的，也是可以在世界上有尊嚴的活着的。那《走出帝制》這本書啊，與其說是在寫歷史，不如說是在寫一份病歷。他告訴我們，中國這個古老的文明得的是什麼病？情治啊，吃錯了什麼藥？反儒不反法，以及未來康復的方向在哪裡？這個方向絕不是回到過去，也不是照搬西方，而是要在大共同體國家和小共同體社会和個人之間找一個平衡點。我們要建立一個既有的群啊，就是公共服務和國家能力，又要有自己啊個人權利和自由尊嚴。我們要建立一個現代的文明。簡單來說，就是把那顛倒千年的邏輯正過來，國家要為國民服務，而不是國民為國家犧牲，而不是這樣啊。那國家的主權呢，必須要建立在國民的人權基礎之上。這本《走出帝制》雖然曾經消失在書架上，但他所提出的問題卻永遠留在了中國人的思考中。因為不論路有多遠，只要我們還在行走，只要我們心中還存着向往，那個共和的終點終將抵達。好，那這就是本期節目啊，深度解讀秦晖的這個《走出帝制》。希望今天的講述能幫大家擦亮歷史的眼睛，看清未來的方向啊！那歡迎大家这個下載我們的真朋友 APP 啊，這個言論自由的社交媒體和通訊啊，也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啊。好的，謝謝大家，我們下期再會。